欢迎收看我们的大法律小智慧，我是邱律师。今天呢，我们将会谈谈公司法。你是否在成立私人有限公司的时候，你只是想到公司一定会赚钱，而不会有纠纷呢？这个时候，你已经凑齐了几个股东一起入股来开这间公司。当然可以赚钱的话，当然是非常开心的。可是，一旦出了问题过后呢，就是不一样的故事了。打个比方讲，你和你的好朋友一起联名开了一间公司，你拥有了58%的股份，而他也同时拥有了58%的股份。突然间有一天好景不常在，你跟你的股东出现了问题，然后你发现生意不好了，你决定把生意给卖掉。可是因为你只有58%的股份，而他也有58%的股份，在大家的股份拥有的量平均底下，你并不能单独的做决定，你必须要得到他的认可，才可以把这间公司给关掉，或者是把这个生意给卖掉。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时候呢，你想想当初自己有做一份协议书，那么多好呀！我常常遇到顾客呢，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才来找律师。当我们在开启一个新的生意的时候呢，他们往往不会想到说要找律师的。而对他们而言，做生意嘛，讲一个信字就好。如果说呢，要做到股东协议合同的话呢，那么对于股东来说呢，就是不太有信任，或者是不相信。这样子，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呢，这个观念是非常错的。在公司成立之时的时候呢，每个股东的业益想法可能有差异。在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份股东协议合同。这份股东协议合同呢，一般上会对设立的公司的目标啊、协议的背景啊进行来描述，来彰显各方的合作意愿和目的。协议呢也会列出呢出资人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讯息。然后呢，这个股东协议合同也会告诉你们俩说你们的分红机制。最重要的呢，这个份股东协议呢合同呢也会讲明了，当其中一个股东要退出这个公司的时候的方式是以怎样的方式来退出。他的股权呢应该由公司回购呢，还是可以由第三方来购买，还是一定要公司的股东给他买起来呢？为了确保讲说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公平合法的保障，在这份协议当中呢，会阐明违约的责任。你们以后有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哪个纠纷的处理方式。最重要呢，这份股东协议合同呢，可以作为法律诉讼程序上的有力证据。我处理了很多的公司的纠纷，我必须呼吁大家呢，在成立新公司之前，或者是说你的公司曾经成立好了，这个时候你们也应该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有一份股东协议合同呢？到时候大家有了纠纷的时候，然后才想不到方法来解决，这样才叫恐怖。好了，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一个很简短的分享。最主要呢，让大家明白讲说成立公司之前这份股东协议合同的重要性。希望呢大家喜欢我的这支影片，喜欢我这支影片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可以like我们的 Facebook page，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谢谢，下次再见。